他了，開睡。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今天我們要走進一位被歷史銘記的女性，她出身卑微如塵埃，卻登頂西漢王朝最尊貴的皇後之位，陪伴帝王近半個世紀，親歷漢武盛世從奠基、巔峰到動盪的完整歷程。家族以軍功撐起帝國軍事脊梁，最終卻在權力漩渦中歷經興衰沉浮。她就是漢武帝劉徹的第二任皇後衛子夫。提到衛子夫，很多人會被逆襲、賢後、悲情這些標籤固化認知，但歷史的真相遠比標籤更複雜立體。今天我們將以《史記》、《漢書》等權威史料為核心，結合杜陵考古報告等相關考古發現，沿着時間的脈絡，一步步還原一個真實、有血有肉的衛子夫。我們不僅要講述她的一生，更要透過她的命運軌跡，看懂漢武時代的政治格局、後宮制度與外戚勢力的博弈邏輯，理解盛世背後的權力代價。首先，我們把時間錨定在漢景帝中後期，地點是河東郡平陽侯邑，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临汾市西南陽都區。這是衛子夫生命的起點，也是他一生無法擺脫的身份底色。《史記·外戚世家》開篇即點明：衛皇后字子夫，生威儀。蓋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短短生威儀3個字，道盡了他出身的卑微。在等級森嚴的漢代，威不僅指家境貧寒，更指沒有任何社會地位。他與母親皆為平陽侯府的奴僕，屬於底層階級。要理解衛子夫的威，我們必須先搞清楚他的家庭構成與平陽侯府的性質。衛子夫的母親史稱衛媪，媪是漢代對老年婦女的泛稱，並非名字，這也從側面說明她連正式的姓名都沒有。衛媪是平陽侯府的家童，也就是世代依附於侯府的奴僕，沒有人身自由。關於衛子夫的父親，史料中沒有任何明確記載，只記載衛子夫與兄弟姐妹均隨母姓衛。在漢代，子女隨母姓通常有2種情況：一是父親身份不明，二是母親為奴，子女繼承奴籍，無需追溯父系血脈。結合衛媪的奴僕身份，衛子夫的父親大概率也是侯府的底層利益或外來人員，且2人並未形成正式的婚姻關係，這讓衛子夫一出生就屬於非婚生子女，身份無父系血脈依托，比普通奴僕還要低下。在漢代，奴僕的子女被稱為奴產子，也就是說，他們的身份是世襲的，天生就要為奴隸主服務。衛子夫長大後，因為容貌清秀，嗓音條件好，被選入平陽侯府的樂府，成為一名歌姬。這裡我們需要糾正一個常見誤區：漢代的歌姬並非後世意義上的妓女，而是侯府中專門負責歌舞表演的女性奴僕，屬於樂人範疇。雖仍為奴籍，但比從事體力勞動的奴僕地位稍高，需要接受專業的歌舞訓練。平陽侯府的主人是漢武帝劉徹的同母姐姐平陽公主。這位公主絕非養尊處優的閨閣女子，而是極具政治眼光和手腕的權力玩家。她之所以會在府中培養歌姬、良家女，核心目的就是為了討好弟弟漢武帝，解決他的子嗣問題。我們梳理一下時間線：漢武帝劉徹在公元前141年即位，時年16歲。他的第一任皇后是陳阿嬌，2人在劉徹做太子時就已成婚。陈阿嬌的母親是馆陶長公主刘嫖，在刘徹爭夺太子之位的過程中，
馆陶長公主發揮了關鍵作用，這也讓陳阿嬌在後宮中驕橫跋扈，不可一世。但致命的是，陳阿嬌從成婚到被廢，始終未能為漢武帝生下一兒半女。對於帝王來說，子嗣不僅是血脈延續的象徵，更是政權穩定的基石。沒有繼承人，就意味着皇權可能旁落，朝堂可能動盪。《漢書》記載，漢武帝即位初期，宮屋祭祀是朝野上下都關注的大事。大臣們多次上書請求漢武帝廣求淑女，以廣祭祀。平陽公主正是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點，才開始在府中篩選適齡女子，精心培養，準備伺機進獻給漢武帝。一來可以為弟弟分憂，鞏固姐弟關係；二來，如果自己進獻的女子能生下皇子，自己就能憑借外戚身份進一步鞏固地位，甚至影響未來的儲位格局。衛子夫能被平陽公主選中，除了容貌和嗓音條件，還有一個關鍵優勢，她的性格。根據《史記》記載以及後世史料的佐證，衛子夫並非那種張揚豔麗的女子，而是屬於溫婉內斂、氣質嫻靜的類型。在平陽侯府的樂府中，她需要每日堅持練聲、練舞，學習漢代宮廷樂曲，還要修習禮儀規範，確保在權貴面前表演時不出差錯。這種長期的訓練不僅磨練了他的技藝，更讓他養成了察言觀色、隱忍謙和的性格。對於平陽公主來說，這樣的女子既符合漢代帝王溫柔賢淑的審美，又不會像陳阿嬌那樣驕橫，更容易被漢武帝接納，也更容易被自己掌控。關於衛子夫的外貌，《史記》中沒有直接描寫他的容貌，只記載漢武帝第一次見到他時獨閱衛子夫。《西京雜記》進一步記載，魏後興於枕髮，趙飛燕得寵於體輕。枕髮指的是烏黑濃密、光亮順滑的頭髮。在漢代，濃密的長髮是女性美的重要標誌。漢代人認為髮為血之餘，頭髮濃密代表身體健康、氣血充足，這對於急於求子的漢武帝來說，無疑是極具吸引力的特質。這也印證了枕髮是衛子夫吸引漢武帝的關鍵因素之一。衛子夫在平陽侯府的生活，雖然比體力奴僕稍好，但依然充滿不確定性。漢代侯府對奴僕的管理本就嚴苛，樂府歌姬需遵守嚴格的訓練與表演規範，言行舉止接受約束，沒有任何人身自由，不能隨意離開侯府，更不能拒絕主家的合理要求。這種嚴苛的環境讓衛子夫早早地明白了隱忍的重要性。在沒有權力的情況下，任何反抗都只會招致更嚴重的後果。命運的轉折發生在公元前139年的春天。這一年，漢武帝年滿18歲。按照漢代習俗，他要在3月上4日前往灞上參加伏羲儀式。這是一種古代祭祀活動，人們通過在水邊沐浴、祭祀祖先、祈福除災、驅邪避禍。祭祀結束後，漢武帝順路前往平陽侯府看望姐姐。這一偶然行程徹底改變了衛子夫的人生軌跡。平陽公主早已做好萬全準備，她先是把精心挑選的10多位良家女叫出來，讓她們身着華麗衣物，按禮儀拜見漢武帝。這些女子都是平陽公主按溫柔賢淑、容貌端莊的標準篩選的，但漢武帝掃了一眼，一個都沒看中，甚至露出不耐煩的神色。平陽公主沒有慌亂，她早有預案，良家女不行就換歌姬。她下令讓樂府的歌姬們依次上前表演，衛子夫就在其中。當衛子夫抱着琵琶低頭走上前，
演唱《向和歌·江南》時，漢武帝的目光瞬間被他吸引。演唱过程中，漢武帝一直专注地盯着卫子夫，這與剛才對良家女的冷漠形成鮮明對比。席間，漢武帝借口更衣起身離席，平陽公主立刻明白了他的心思，趕緊示意衛子夫跟上去伺候。在侯府的上衣轩裡，漢武帝第一次臨幸了衛子夫。回到宴席後，漢武帝心情大好，當場賞賜給平陽公主黄金1000斤，足以說明漢武帝對衛子夫的滿意程度。平陽公主見目的達成，立刻趁熱打鐵，奏請漢武帝將衛子夫送入宮中。漢武帝欣然同意，當場下令安排車輛，準備將衛子夫帶回長安。衛子夫臨行前，平陽公主親自送到侯府門口，拍着他的背囑咐道：“去吧，好好吃飯，努力活下去。如果將來富貴了，不要忘記我。”簡單的一句話，既有對衛子夫的期許，也暴露了這場進獻的本質。這是一場赤裸裸的利益交換。衛子夫是平陽公主討好漢武帝的禮物，而平陽公主則希望通過衛子夫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衛子夫跪在地上磕了3個頭，默默登上馬車。他當時或許充滿期待，以為終於能擺脫奴籍，改變命運，卻不知深宮之中的考驗遠比侯府生活更加殘酷。衛子夫入宮後，現實很快給了他沉重一擊。漢武帝回到宮中後，仿佛完全忘記了這個從侯府帶來的歌姬，整整1年多的時間，他都沒有再得到任何召見。這背後有2個關鍵原因：一是漢武帝當時只是一時興起，衛子夫對他而言不過是眾多獵物之一，新鮮感過後便拋在腦後；二是陳阿嬌皇後的打壓。《漢書·外戚傳》記載，陳阿嬌憑借皇後權勢，通過後宮宦官、宮女對衛子夫全方位打壓。衛子夫被安排在宮城偏僻的永巷，這裡是宮女居住處，她處境淒慘，與在平陽侯府時相比更顯困頓。轉機出現在公元前138年，漢武帝因宮中宮女數量過多，耗費巨大，決定把不喜歡、無用處的宮女遣送回家。這對衛子夫來說是絕望中的最後一絲希望。他知道，若此次不能見到漢武帝，要麼一輩子在永巷做雜役，要麼被遣送回平陽侯府繼續為奴。於是衛子夫主動報名加入被遣送宮女的隊伍。當漢武帝親自挑選遣送宮女時，衛子夫終於再次見到了她。她跪在漢武帝面前，哭得哀婉動人，一邊磕頭一邊請求：“陛下，臣妾入宮1年有餘，未能侍奉陛下左右，願陛下恩准臣妾出宮，回歸故里，了此殘生。”衛子夫的悲戚姿態，讓漢武帝瞬間想起1年前在平陽侯府的相遇。或許是出於愧疚，或許是再次被他的氣質吸引，漢武帝心生憐愛，當場下令將他留下，並且當晚就再次臨幸了他。這一次，幸運女神終於降臨，衛子夫懷孕了。衛子夫懷孕的消息在宮中引發了軒然大波。對於漢武帝來說，這是他即位以來第一次有妃嬪懷孕，意義非凡。漢武帝得知消息後，不僅經常召見衛子夫，還賞賜了大量的財物、宮女，把他從永巷遷出，安排到條件優越的貴宮居住。對於陳阿嬌而言，這個消息則是致命的打擊。她自己多年無子，一個卑微的歌姬竟先懷上了龍種，這讓她的驕傲和地位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陳阿嬌的母親管陶長公主得知女兒的處境後，怒不可遏。她沒有直接找衛子夫的麻煩，而是把矛頭指向了衛子夫的弟弟衛青，因為她知道衛子夫出身卑微，沒有家族勢力支撐，打壓他的弟弟，既能報復衛子夫，又能震懾其他想攀附衛子夫的人。此時衛子夫已得寵，衛青早已脫離平陽侯府，進入宮中擔任建章公差役，負責宮廷雜務相關事宜。管陶長公主派人在衛青外出時，將他綁架到一處廢棄的宅邸，準備將他秘密殺害。幸運的是，衛青的好友公孫敖得知了消息。公孙敖是汉武帝身邊的負責保衛皇帝安全的骑兵侍从，他得知衛青被綁架後，立刻召集了10幾個志同道合的壯士，連夜趕到廢棄宅邸，冒險將衛青救了出來。這件事很快就傳到了漢武帝的耳朵裡。漢武帝得知後非常憤怒，他明白管陶长公主和陈阿嬌是在通過打壓衛子夫的家族挑戰自己的權威。隨後漢武帝將衛青調到自己身邊，擔任建章監，負責管理建章宮的安全保衛，還加封他為侍中，這是可以隨時陪伴在皇帝身邊的近臣。與此同時，漢武帝還提拔了衛子夫的兄長衛長君為侍中，賞賜衛氏家族大量的財物，讓衛子夫的母親擺脫了奴籍，成為自由民。漢武帝的這一舉措，看似是為了保護衛氏家族，實則是一場政治博弈。一方面，他通過提拔衛氏家族，制衡管陶長公主和陳阿嬌的勢力。在此之前，管陶長公主因為擁立漢武帝有功，在朝堂上勢力龐大，陳阿嬌又驕橫跋扈，漢武帝早已心生不滿。另一方面，他也是在向天下人表明，衛子夫是自己寵愛的妃嬪，任何人都不能隨意打壓。這一舉措不僅讓衛子夫在後宮中的地位得到了初步鞏固，也為衛氏家族的崛起奠定了基礎。隨着衛子夫的寵信日隆，他開始頻繁為漢武帝生育子女。衛子夫先為漢武帝生下長女衛長公主，這是漢武帝的第一個孩子，意義重大。他證明了衛子夫有生育能力，也讓漢武帝看到了生下皇子的希望。漢武帝對衛長公主格外寵愛，不僅賜予她豐厚的食邑，還在她成年後將她嫁給了當時的萬戶侯曹襄。衛子夫在生下女兒後，並沒有像陳阿嬌那樣驕橫，反而更加謙遜謹慎。他深知自己出身卑微，寵信來之不易，因此始終嚴格遵守後宮禮儀，從不干預朝政，也不與其他妃嬪爭風吃醋。這種性格讓他贏得了漢武帝的持續信任，也讓他在後宮中收穫了不少人心。很多宮女、宦官都願意為他效力，因為他待人寬厚，從不苛責下屬。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陳阿嬌在嫉妒的驅使下，做出了越來越出格的事情。他見衛子夫越來越受寵，自己卻始終無子，便開始迷信婦人媚道，也就是通過巫術來詛咒衛子夫和其他受寵的妃嬪，希望能夠奪回漢武帝的寵愛。漢代對巫術詛咒之事極為忌諱，尤其是在宮廷中，這被視為大逆不道的罪行。公元前130年，陳阿嬌的媚道之事被人告發，漢武帝下令讓御史大夫張湯徹查此事。張湯是漢代著名的酷吏，以執法嚴苛著稱。他經過詳細調查，證實了陳阿嬌的罪行。在陳阿嬌的宮中，搜出了大量用於詛咒的木偶人、符咒，還有專門從事巫術的巫師。漢武帝得知調查結果後，徹底震怒，
他頒布詔書，正式廢除了陳阿嬌的皇後之位。陳阿嬌被廢後，居住在長門宮。長門宮原本是管陶長公主的一處離宮，環境清幽，但與皇宮相比，已經冷清了許多。陳阿嬌不甘心就此失勢，曾經花費千金請司馬相如為自己寫了《長門賦》，希望能夠打動漢武帝，讓他回心轉意。根據《史記》《漢書》的權威記載，漢武帝雖然欣賞《長門賦》的文采，卻並沒有重新寵愛陳阿嬌。陳阿嬌最終在長門宮孤獨終老，死於公元前116年。死後被草草埋葬在霸陵郎官亭東，沒有陪葬漢武帝的茂陵，也沒有任何諡號，結局淒慘。陳阿嬌的倒台，為衛子夫的上位掃清了最大的障礙。但漢武帝並沒有立刻冊封衛子夫為皇後，而是讓她以夫人的身份主持後宮事務。在漢代，夫人是僅次於皇後的等級。漢武帝之所以這麼做，一方面是因為衛子夫還沒有生下皇子，不足以服眾；另一方面也是在觀察衛子夫的能力，看看他是否能夠勝任皇後之位。衛子夫沒有辜負漢武帝的期望，在主持後宮事務期間，他展現出了出色的管理能力。他制定了嚴格的後宮禮儀規範，要求宮女、宦官各司其職，不得擅離職守。他推行節儉之風，減少了後宮的開支。當時漢武帝正在準備對匈奴作戰，國家需要大量的財力支持，衛子夫的節儉之舉正好符合漢武帝的心意，也契合他一貫恭謹持重的行事風格。這些舉措讓後宮秩序井然，也讓漢武帝更加信任他。公元前128年春天，衛子夫為漢武帝生下了他期盼已久的長子劉據。這一年，漢武帝已經29歲，對於古代帝王來說，算是晚得子。他的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史記》記載，漢武帝得皇子，大悅，下令大赦天下。在漢代，只有皇帝登基、立太子、重大慶典等特殊情況下才會大赦天下。衛子夫生下皇子就被大赦，足以說明這個孩子的重要性。劉據出生後的第3個月，漢武帝正式下詔，冊封衛子夫為皇後。冊封儀式非常隆重，漢武帝親自為衛子夫戴上皇後的喜綬，還賞賜給天下百姓米、肉、酒，讓百姓共同慶祝。衛子夫成為皇後的消息傳開後，天下百姓都為之歡呼。當時民間流傳着這樣一首童謠：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這首童謠既反映了衛子夫的尊貴地位，也反映了當時社會對男尊女卑傳統觀念的一種衝擊。衛子夫的逆襲讓很多出身卑微的人看到了命運改寫的可能，也印證了漢武帝時期不拘出身、重視實際價值的時代特質。成為皇後之後，衛子夫的地位達到了頂峰，但她並沒有因此而驕傲自滿，反而更加謙遜謹慎。他深知盛極必衰的道理，始終保持着清醒的頭腦。他繼續用心治理後宮，讓後宮始終保持秩序井然，同時嚴格約束自己的家族成員，不讓他們憑借自己的身份謀取私利。《史記》相關記載可佐證，衛子夫多次對弟弟衛青叮囑：如今身居高位，當謹言慎行，勿恃寵而驕，以免招來禍端。衛青也聽從姐姐的勸告，始終保持謙遜的態度，從不居功自傲。衛子夫成為皇後的時期，正是漢武帝一生最輝煌的階段，亦是西漢王朝的黃金時代。
這一時期，漢武帝推行一系列改革，強化中央集權，經濟快速發展，國力日益強盛。而支撐其軍事霸業的核心力量，正是衛子夫的弟弟衛青與外甥霍去病。衛氏家族的崛起與漢帝國的對外征戰深度綁定，形成了後宮安穩、前朝建功的良性循環。衛子夫在後宮穩定秩序，為漢武帝築牢後方根基。衛青、霍去病在前線浴血奮戰，為帝國開疆拓土，鞏固疆域安全。我們先梳理衛青的軍事生涯，看他如何從底層逐步成長為帝國軍事統帥。衛青與衛子夫同母，出身同樣卑微，是衛敖與平陽侯府小吏政績私通所生的非婚生子。衛青幼时被送往生父政绩家生活，卻未被接納。政績其他子女將他視作奴僕，百般虐待，不堪忍受的衛青10幾歲便逃離政績家，回到母親衛媪身邊，在平陽侯府擔任騎奴，負責伺候平陽公主出行。衛子夫得寵後，衛青被漢武帝提拔為建章監，侍中，得以接觸權力中樞。但漢武帝真正重用衛青，絕非僅憑外戚關係，更因他自身具備卓越的軍事才華。公元前129年，匈奴入侵漢朝邊境，殺掠利民。漢武帝決定主動出擊，派出4路大軍出征匈奴，分別由衛青、公孫賀、公孫敖、李廣率領，每路各1萬騎兵。這是漢武帝即位後首次對匈奴發動大規模主動進攻，也是衛青首次領兵作戰。當時匈奴實力非常強大，有30萬精銳騎兵，常年侵擾漢朝邊境，而漢朝軍隊此前多為被動防禦，缺乏與匈奴騎兵作戰的經驗，此次出征風險極高。4路大軍中，李廣是身經百戰的老將，公孫賀、公孫敖也有一定軍事積累，唯有衛青是戰場新手，很多人都不看好他。但衛青卻創造了奇蹟，他率軍深入匈奴腹地，避開主力，直到匈奴祭天聖地龍城。龍城作為匈奴祭祀祖先、天地的政治核心之一，防守相對薄弱。衛青大軍突襲而至，匈奴人猝不及防，被打得大敗。這一戰，衛青率領的軍隊斬首700餘人，還燒毀了匈奴的龍城祭壇，取得了勝利。而其他3路大軍，李廣率領的軍隊被匈奴主力包圍，全軍覆沒。李廣本人被俘後僥倖逃脫。公孫敖率領的軍隊損失7000餘人，大敗而歸。公孫賀率領的軍隊在草原上迷路，沒有找到匈奴軍隊，無功而返。衛青的首戰告捷具有里程碑意義，他打破了匈奴不可戰勝的神話，讓漢朝軍隊看到了取勝希望，也讓漢武帝徹底認可了衛青的軍事能力。自此逐步將軍事大權交付於他，還封衛青為關內侯。關內侯作為漢代第19級爵位，雖無實役，卻已是高級貴族，對曾為騎奴的衛青而言，是人生的質的飛躍。此後，衛青多次領兵出征匈奴，屢立戰功。接下來，我們聚焦霍去病的軍事生涯。霍去病是衛子夫2姐衛紹爾與平陽人霍仲儒私通所生，與衛青一樣有着非婚生子的出身。霍去病自幼在宮中長大，深受漢武帝喜愛。漢武帝欣賞他的勇敢機智，甚至想親自傳授他兵法，卻被霍去病拒絕。古方略何如耳，不治學古兵法。這句話盡顯他不拘一格、隨機應變的軍事風格。17歲時，
霍去病被漢武帝任命為驃遙校尉，跟隨舅舅卫青出征匈奴。公元前123年的漠南之戰中，他首次登上戰場便立下奇功，率領800輕騎兵深入匈奴腹地數百里，尋得匈奴薄弱營地後，突然突襲，以少勝多，斬獲頗豐。漢武帝為表彰他功冠全軍，封其為冠軍侯，10邑1600戶。公元前121年，霍去病開始獨立領兵，發動河西之戰。霍去病率領1萬騎兵從隴西出發，6天轉戰千里，翻越祁連山，先後擊敗匈奴5個部落，斬首9000餘人，俘虜匈奴王、王母、單于鄂之等120餘人，打亂了匈奴在河西的部署。同年夏天，霍去病再次出征河西，與公孫敖分兵前進。公孫敖部途中迷路，未能會合，霍去病當機立斷，獨自率軍深入匈奴腹地，再度大敗敵軍。此役斬首3萬餘人，俘虜匈奴王5人、王母、單于鄢氏等120餘人，還成功收降匈奴渾邪王、休屠王所部4萬餘人，徹底打通河西走廊，為漢朝與西域的交通往來奠定基礎。公元前119年，漢武帝發動規模最大的對匈戰爭——漠北之戰，目標是徹底消滅匈奴主力，永絕邊境之患。他任命衛青、霍去病為大司馬，各率5萬騎兵，分東西2路深入漠北，尋找匈奴主力決戰，同時調集數十萬步兵與運輸部隊保障後勤。衛青率領西路軍從定襄出發，深入漠北1000餘里後，遭遇匈奴單於主力。匈奴單於早已設下埋伏，衛青發現後沉着應對，命令軍隊以5鋼車組成環形陣地，抵禦匈奴騎兵衝擊。隨後派出5000騎兵主動進攻。雙方激戰至黃昏，突然狂風大作，黃沙漫天，能見度極低。衛青抓住戰機，下令軍隊分左右兩翼包抄。匈奴單於見漢軍兵力雄厚，戰鬥力強悍，自知無法取勝，帶着數百騎兵倉皇逃竄。衛青率軍追擊至田延山趙信城，燒毀匈奴糧草，斬首19000餘人，大獲全勝。霍去病率領東路軍從代郡出發，深入漠北2000餘里，遭遇匈奴左賢王部。他率軍發起猛烈進攻，大敗左賢王部，斬首7萬餘人，俘虜匈奴貴族80餘人。戰後，霍去病在狼居胥山舉行祭天儀式，在孤偃山舉行祭地儀式，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封狼居胥，成為後世武將的最高榮譽象徵。漠北之戰後，匈奴主力遭受重創，元氣大傷，從此匈奴遠遁，漠南無王庭，漢朝北方邊境迎來長期安寧。衛青與霍去病的赫赫戰功，讓他們成為西漢王朝的民族英雄，也讓衛氏家族的地位達到頂峰。衛青任大司馬大將軍，霍去病任大司馬驃騎將軍，兩人地位平等，共同執掌漢朝軍事大權。衛氏一族中，衛子夫兄長衛長軍曾任侍中，衛青義母弟衛廣曾任將軍出征。衛子夫大姐衛君如嫁給丞相公孫賀，二姐衛紹兒嫁給陳平之孫陳長。此時的衛氏家族既是皇親國戚，又是功勳世家，榮耀一時。而衛子夫作為皇後，始終在後宮扮演穩定器的角色。他深知衛氏家族的榮耀源於軍功，更依賴漢武帝的信任，因此始終保持低調謙遜，從不干預朝政，專心治理後宮，為漢武帝營造安穩後方。
其治理舉措可從史料佐證的3個方面體現。第一，推行節儉之風。漢武帝時期為支持對匈戰爭，推行鹽鐵專營、軍輸平準等政策，增加國家財政收入。衛子夫積極響應，在後宮踐行節儉。他以身作則，減少自身用度，避免奢華鋪張，同時精簡後宮冗餘開支，將節省的財物用於補貼國庫，全力支持前線戰士。這種與國家同頻的舉措，既契合漢武帝的施政需求，也彰顯了他的大局觀。第二，規範後宮禮儀。漢代後宮等級森嚴，但衛子夫之前禮儀制度尚不完善，妃嬪爭寵、宮人爭鬥時有發生。衛子夫封後後，細化後宮禮儀規範，明確各等級妃嬪、宮女、宦官的職責與待遇，要求各司其職，互不干涉。同時設立女史職位，負責記錄後宮事務，監督禮儀執行，對違規者予以懲戒。在他的治理下，後宮秩序井然，未再出現大規模爭鬥，為漢武帝免去後顧之憂。第三，調和皇室關係。衛子夫的兒子劉據，在公元前122年被立為皇太子。劉據性格溫和仁厚，主張減輕刑罰，與民休息，與漢武帝雄才大略、嚴刑峻法的治國理念截然不同。漢武帝早年十分喜愛這個兒子，為他挑選石慶、嚴清宅等德高望重之人擔任太傅、少傅，悉心培養其治國能力。隨着劉據成年，父子間的理念分歧逐漸顯現，關係趨於緊張。衛子夫深知父子失和的危害，始終從中斡旋調和，一方面勸導劉據理解漢武帝的治國考量，避免直接對抗；另一方面也委婉提醒漢武帝，劉據的仁厚之心有利於安撫百姓、穩固統治，二者相輔相成，方能長治久安。在他的努力下，漢武帝與劉據的關係雖有隔閡，卻始終未徹底破裂，維持着微妙的平衡。這一時期是衛子夫人生中最輝煌安穩的階段。她是漢武帝信任的皇後，是皇太子的母親，弟弟與外甥是帝國的軍事支柱，衛氏家族榮耀顯赫。但盛極必衰是歷史的規律，隨着歲月流逝，衛子夫容顏漸老，漢武帝的寵愛開始轉移。衛青、霍去病的相繼離世，讓衛氏家族失去了最強大的軍事支撐，而漢武帝晚年日益增長的多疑與暴躁，也為衛氏家族的衰落埋下了隱患。漢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同時也是一位後宮充盈的君主。他後宮中有數千名妃嬪，龐大的後宮規模注定了寵愛的流轉無常。隨着衛子夫年老色衰，漢武帝的目光逐漸轉向了其他年輕貌美的妃嬪。第一個對衛子夫的皇後地位構成威脅的，便是王夫人。王夫人容貌秀麗，能歌善舞，深得漢武帝寵愛。她為漢武帝生下兒子劉弘，也就是後來的齊王。漢武帝對王夫人的寵愛絲毫不遜於當年對衛子夫的盛寵，不僅頻繁賞賜財物，還多次到王夫人宮中留宿。面對寵愛的轉移，衛子夫並未效仿陳阿嬌的極度聲勢，而是選擇隱忍退讓。他深知帝王寵愛本就短暫，與其爭風吃醋，不如堅守品德本分，依靠皇太子劉據的儲位與衛氏家族的功勳，鞏固自身地位。《漢書外戚傳》記載，此時的衛子夫愈發謹慎恭敬，他精簡日常用度，將更多精力投入到教育太子與治理後宮之中，
以沉穩姿態應對變局。王夫人壽命不長，約在公元前121年病逝。漢武帝悲痛不已，為寄托思念，特意請術士少翁為他招魂。儘管少翁的招魂之術大概率是騙局，但足以見得漢武帝對王夫人的牽掛。王夫人去世後，漢武帝追封她為齊王太後，令其子劉弘繼承齊王爵位。王夫人離世後，漢武帝又將寵愛給了李夫人。李夫人出身音樂世家，兄長李延年是漢武帝身邊著名的音樂家，擅長作曲演唱，曾為漢武帝創作諸多名曲。《史記》記載，李延年曾在漢武帝面前獻唱：“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漢武帝聽後心生向往，嘆息道：“善，是豈有此人乎？”此時平陽公主在一旁回應：“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漢武帝隨即召見李夫人，見其果然美貌動人，舞姿曼妙，龍顏大悅，即刻納入後宮，封為夫人。李夫人的受寵程度遠超此前的王夫人。漢武帝幾乎每日都留宿在李夫人宮中，賞賜的財物珠寶不計其數。他為漢武帝生下兒子劉頗，也就是後來的昌邑王。李夫人不僅貌美，更極具智慧，深諳後宮生存之道。李夫人病重時，漢武帝親自探望，她卻已被蒙臉拒絕相見，坦言：“我久病臥床，容貌體態已經損毀破敗，不能再拜見陛下，希望能把我的兒子和兄弟們托付給陛下。”漢武帝堅持想見，他卻哭着推辭：“女子的容貌沒有梳妝修飾，是不能拜見君主和父輩的。我不敢以這般懈怠輕慢的模樣面見陛下。”事後姐妹不解，李夫人解釋道：“憑借容貌侍奉他人的人，一旦容貌衰老，寵愛就會減退，寵愛減退了，恩寵也就徹底斷絕了。陛下之所以還能深切掛念我，不過是因為我平日裡的美麗容顏罷了。如今他看到我容貌損毀，不復往日模樣，一定會厭惡嫌棄我。到那時，又怎麼會還想着追念我，憐憫照顧我的兄弟們呢？”這一番話道盡古代後宮妃嬪的生存困境。地位全憑帝王寵愛，而寵愛又依附於容貌。李夫人的聰明之處，在於始終讓漢武帝銘記自己最美的模樣，從而為兄弟與兒子爭取了最大利益。李夫人去世後，漢武帝悲痛萬分，以皇後之禮將其安葬於茂陵。他重用李夫人的兄長李廣利、李延年，封李廣利為2師將軍，命其領兵出征西域；封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掌管宮廷音樂。漢武帝此舉意在讓李夫人家族效仿魏氏，成為支撐帝國的力量。但李廣利的軍事才能遠不及衛青、霍去病，多次出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卻戰績平平。公元前105年出征大渊，歷時4年，雖帶回汗血寶馬，卻死傷過半。公元前99年出征匈奴，結果被匈奴軍隊大敗，損失2萬餘人。公元前90年，李廣利再次率領大軍出征匈奴，又被匈奴軍隊大敗，他本人投降匈奴，後來被匈奴人殺死。李廣利的敗績讓漢武帝意識到，並非所有外戚都能像衛青、霍去病那樣為帝國建功立業。除王夫人、李夫人外，漢武帝晚年還寵幸了尹婕妤、邢夫人、勾弋夫人等妃嬪。尹婕妤、邢夫人皆因貌美得寵，
兩人地位相當且互相嫉妒。漢武帝为避免爭鬥，特意令他們分開居住。勾弋夫人是漢武帝晚年最受寵的妃嬪，傳說她天生雙手握拳無法張開，漢武帝見後親自掰開，發現手中握有一枚玉鈎，故被稱為勾弋夫人。她為年近70的漢武帝生下幼子劉弗陵，漢武帝認為劉弗陵和自己很像，因此對她格外偏愛。劉弗陵的受寵，讓衛子夫與皇太子劉據的處境愈發艱難。年邁的漢武帝對幼子的偏愛，引發朝臣與宦官對儲位變動的揣測，為後續巫蠱之禍埋下了致命隱患。與此同時，衛氏家族的衰落也在加速。公元前117年，年僅24歲的霍去病英年早逝，漢武帝悲痛欲絕，追封他為景桓侯，陪葬茂陵，墓冢修成祁連山形狀，以彰顯其赫赫戰功。霍去病的離世，讓衛氏家族失去了一位極具威懾力的軍事天才，也讓衛子夫少了一位重要靠山。公元前106年，大司馬大將軍衛青病逝，漢武帝追封他為列侯，同樣陪葬茂陵，墓中仿廬山形制，與霍去病墓遙遙相對。衛青的去世，徹底終結了衛氏家族在軍事上的壟斷地位，家族榮耀急劇褪色。衛青、霍去病離世後，衛氏家族成員雖仍有不少在朝任職，但大多缺乏足夠的才能與威望，難以支撐家族地位。更重要的是，隨着衛子夫寵衰與衛氏軍事力量的消亡，漢武帝對衛氏的信任逐漸減弱。一些投機官員與宦官見狀，紛紛將矛頭指向衛氏家族與皇太子劉據，試圖通過打壓他們討好漢武帝，謀取私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江充。江充早年因告發趙太子劉丹的罪行得到漢武帝賞識，被任命為直指袖衣使者。這一官職負責監察京城權貴官員，擁有直接向漢武帝匯報的權利。江充為人陰險狡詐，行事狠辣，他專門彈劾逾越禮制的權貴，雖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奢靡之風，卻也樹敵眾多。江充之所以敢將矛頭指向皇太子劉據，主要有2個原因：一是他曾經與劉據發生過衝突，有一次劉據的家奴乘坐馬車在馳道上行駛，馳道是漢代專供皇帝行駛的道路，其他人不得擅自使用。江充發現後，立刻將劉據的家奴扣押起來。劉據得知後，親自向江充求情，希望他能夠手下留情，但江充卻根本不買賬，堅持將此事上報給漢武帝。漢武帝不僅沒有責怪江充，反而表揚他說：“人臣當如是矣。”這件事讓劉據對江充心生怨恨。江充也知道，一旦漢武帝去世，劉據即位，自己肯定沒有好下場。二是江充想通過陷害劉據，討好漢武帝，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地位。他深知漢武帝晚年對劉據的治國理念不滿，又偏愛劉弗陵，便想趁機制造事端，扳倒劉據，為劉弗陵的上位掃清障礙。公元前91年，江充終於找到機會，他利用漢武帝晚年迷信巫術、身體多病的特點，告發宮中有人使用巫蠱之術詛咒皇帝，導致漢武帝身體不適。漢武帝深信不疑，立刻下令讓江充徹查。江充得到授權後，在宮中大肆搜查，先從失寵妃嬪的宮殿入手，最終直指衛子夫與劉據的宮中。江充事先在衛子夫與劉據宮中埋下大量詛咒用的木偶人、符咒，再假裝是搜查所得的罪證。
江充不僅陷害衛子夫與劉據，還在民間制造巫蠱恐慌，導致數萬人蒙冤被殺。此時漢武帝正在甘泉宮養病，劉據無法直接面聖辯解，江充則趁機誣告皇太子謀反。劉據萬分恐懼，與老師石德商議對策。石德勸諫道：現在江充已經找到了罪證，無論是不是真的，太子都無法自證清白，不如假傳聖旨，將江充等人逮捕入獄，查明真相。而且漢武帝在甘泉宮養病，皇後和太子的人前去探望都沒有回音，不知道漢武帝是否還活着，奸臣當道。太子難道忘了秦始皇時期扶蘇的悲劇嗎？這一番話點醒了劉據，無論罪證真假，他已無法自證清白。劉據聽從建議，決定起兵反抗，先派人向母親衛子夫匯報情況。衛子夫陷入巨大的痛苦與掙扎，一邊是相伴近半個世紀的丈夫，一邊是血脈相連的兒子，一邊是奸臣陷害，一邊是帝王多疑。但他深知，一旦劉據被定罪，不僅兒子性命難保，整個衛氏家族也將覆滅。最終，衛子夫選擇支持兒子，下令打開皇后喜庫，發放宮中兵器，調動衛士支持劉據起兵。劉據率領軍隊先殺死了江充，然後燒毀了江充的住所，處死了與江充勾結的胡吳。這一起兵被遠在甘泉宮的漢武帝誤認為真的謀反。漢武帝得知消息後非常憤怒，立刻下令讓丞相劉屈毛率領軍隊鎮壓劉據。雙方在長安城中展開了激烈的戰鬥，戰鬥持續了5天5夜，長安城中血流成河，死傷數萬人。劉據兵敗後逃出長安，最終在湖縣被追兵發現，走投無路之下自縊身亡。他的3子1女及妃嬪史良娣均在戰亂中遇害，僅襁褓中的孫子劉詢僥倖存活，被關進監獄。劉據死後，漢武帝派人前往宮中收回衛子夫的皇后喜壽。衛子夫明白自己的命運已經走到盡頭，他陪伴漢武帝近半個世紀，從卑微歌姬成長為一代皇後，見證了漢武盛世的輝煌，也親歷了衛氏家族的榮耀與衰落。如今兒子慘死，家族將滅，自己也失去了帝王的信任與寵愛。公元前91年，衛子夫在交房殿自縊身亡，結束了傳奇而悲情的一生。衛子夫死後，漢武帝並未為他舉行隆重葬禮，只是讓宮女將他的屍體用小棺材裝起來，埋葬在長安城南的桐柏亭。一代賢後，最終落得如此凄慘結局，令人唏噓。巫蠱之禍後，漢武帝逐漸冷靜下來，派人調查此事，才發現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冤案，江充純屬故意陷害。漢武帝悲痛後悔，下令誅殺江充家人及所有參與陷害劉據的人，還修建了思子宮和歸來望思台，以寄托對兒子劉據的思念。衛子夫的一生是一部充滿傳奇色彩的逆襲史，更是漢武盛世興衰的縮影。他出身卑微，憑借溫婉、謙遜與智慧贏得寵愛，登上皇後之位。他的家族憑借軍功成為帝國軍事脊梁，見證盛世巔峰，卻最終在權力漩渦中因帝王多疑與奸臣陷害，落得家破人亡的悲慘結局。衛子夫的故事留給我們太多的思考。他是賢後的典範，他治理後宮的舉措，為漢武帝提供了安穩的後方，支撐了他的軍事霸業。他約束家族成員，不讓他們恃寵而驕，體現了他的清醒和智慧。但他也是古代後宮妃嬪的悲劇縮影。
他的命運始終依附於漢武帝的寵愛和信任，一旦寵愛消失，信任不在，他和他的家族就只能任人宰割。從歷史角度來看，卫子夫的一生深刻影響了漢武帝時期的政治格局與西漢王朝的發展走向。他的孫子劉询後來即位，開創孝宣之治，延續了漢武盛世的輝煌。衛氏家族雖覆滅，但衛青、霍去病的軍功永遠銘刻於歷史豐碑。他們開疆拓土、保衛邊疆的功績，值得後人永遠銘記。各位觀眾朋友們，衛子夫的傳奇一生到這裡就結束了。他從塵埃中崛起，在榮耀中墜落。他的故事既有逆襲的勵志，也有命運的無奈。希望通過今天的講解，大家能夠對衛子夫有一個更加全面、立體的認識，也能夠從他的故事中讀懂漢武時代的輝煌與滄桑，理解權力與人性的複雜。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點讚、訂閱，我們下期再見。